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。那今天缓和仍然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反弹过程当中，但根据4小时级别的 K 线来说，我们认为本轮行情仍然处在一个双重巴特的势力范围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4小时级别。首先是一个下跌，然后横盘震荡整理，然后反弹上来之后再次下跌，形成弓字形结构。那这种弓字形结构呢，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双重巴特，也叫鳄鱼翻滚。随着鳄鱼翻滚呢，会对多空两方面均同时构成伤害。在这种状态之后，我们认为成交量低迷，行情处在一个缓和的阶段。那么缓和阶段过程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了，在今天也有部分币种出现了一定的涨幅，其中就包括我们在本周二会员频道给出的两个币种嘛，一个是 UNI，一个是 IN 勾。今天 UNI 作为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平台币来说，在 Binance 平台上涨幅榜排名第4啊，可以在这个 Binance 平台涨幅榜当中看到今天排名第4。那么我们就回到 UNI 的 K 线当中来啊，我们看它的现货。那在日线级别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 UNI 曾经一度出现高点$17的快速上行，但由于 Uniswap 被美国起诉之后，市场错杀，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了2轮次的日线级别下跌修，2轮次日线级别下跌修之后，在底部形成横盘结构，并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。可以看到的是，这个收敛三角形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变盘上攻，上攻之后，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波谷线连过来之后，在$10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带。那这个压力带呢，需要它反复调整之后才能继续上行。因此呢，我们看到在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，出现对称性的下跌西游，反复在这个位置上围绕筹码密集区$10.5做缠绕。但上周二行情当中，我们看到 UNI 它是有非常明显的突出于其他下跌币种的，它有个强势的特征。因此呢，当天我们看到它的下跌幅度虽然有一些但是仍然在日线级别的1690均线撑住了。那撑住之后呢，我们看重新在今天回到了$10.6，并且还在了 Binance 平台涨幅榜的第4名。那对于 UNI 来说，我们看到底部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，中位的这个位置上形成收敛三角形。那在未来呢，我认为到达收敛三角形新的近焦点之后，有机会继续上行，特别是这种逆势有动作的币种特别是在比特币、以太坊、BNB 下跌的过程当中逆势有异动的币种，那么这些币种呢，往往会有更多的机会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认为本轮行情对于 UNI 来说它作为去中心化交易所龙头，这里的龙头是市场占比的龙头，它占去中心化交易所交易量的85%以上。那这一点呢，可以在 AI 困的Web3链上机会里面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查询得到。因此呢，对于 UNI 来说，我们认为它有一个非常高的预期，即使它被美国 SEC 起诉之后仍然有这样高的预期。因为赵长鹏也说了CZ 也说了，去中心化交易所才是未来。那么目前市场当中的龙头 UNI 就具备这样的机会。所以呢，虽然被错杀，虽然有些低迷，但比特币、以太坊、BNB 下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依然看到了 UNI 的一个强势。然后把时间级别也可以放到周线级别，可以更明显的看到，那本轮行情我们在见证了 UNI 走了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，一轮基本上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，那在5月20号这周的行情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了 UNI 对于周线级别来说走出了悟空阳线。那悟空阳线后面我们连续看到了3周的干扰性 K 线，那这里的干扰性 K 线，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管它叫做妖怪 K 线。那么接下来的行情，我们认为上方对于周线级别的 UNI 会有8戒阳线、沙僧阳线和
唐僧阳线啊，一系列的上涨预期。对于 BNB 来说，我们看到721.8美金高点出现之后，由于欧易暴雷，导致中心化交易所的平台币迅速下杀。那下杀过程当中，我们认为600美金是 BNB 的一个支撑位。那这个支撑位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认为是由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的支撑。所以呢，在日线级别下跌休之后，在600美金附近 ，BNB 正在寻找支撑。同时呢，可以看到 BNB 目前在下跌过程当中经历了2轮次的4小时级别的下跌休。2轮次4小时级别下跌休完成之后，它做了1轮次日线级别上涨休，2次回踩。回踩之后呢，对600美金再次构成了一个确认。所以呢，目前不跌破600美金的情况下，对于整个币圈来说都是一个相对的利好，特别是目前它的一个Launchpad 这些币种啊还表现不错啊，因此呢，我们认为 BNB 在 Launchpad 之后虽然经历了下跌，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预期。我们认为这轮行情对于 BNB 来说容易走出下一轮的周线级别上涨休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轮周线级别上涨休的悟空阳线还没有跌破。因此呢，在悟空阳线之后的干扰性 K 线，只要不把这个悟空阳线斩杀掉，那上方仍然有更多的一个多头的一个预期。那市场当中还有一些币种相对来说比较弱势，可以看到 HIGH 在一轮上涨之后快速下杀，在日线级别上形成了巨大的日线级别的下跌休。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，我们仍然认为 HIGH 有一个底线，就是目前的200日均线。那这个底线呢是不容易被跌破的，特别是我们看到 HIGH 的这轮行情，它事实上走出了一个横有多长。注意看啊，这里的横有多长是从22年8月份啊，它的这轮反弹之后迅速下探开始的。我们看到这轮反弹之后下探，反复围绕这个区间构成这个收敛三角形。最近一段行情2月份才开始几场上之后，到达5月、6月的高点之后快速下杀。那急跌之后往往是机会，我们可以看到200日均线目前构成了一个支撑，因此只要不跌破200日均线，对于 HIGH 来说还是有一定机会的。同时呢，Gala 作为游戏板块当中的龙头，这轮上涨，特别是 BNB 做龙头的上涨当中，在板块轮动的过程当中，GameFi 板块的龙头 Gala YJJ 没有好的表现，同时呢，BNB 下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 Gala 紧跟随做了下探，因此呢，我们认为 Gala 目前在横盘震荡之后没有做表现，被错杀下来之后，这个位置上构成了我们 K 线休战法的黄金坑，特别是 Gala 啊，目前是跌破了200日均线。注意看啊，这里的200日均线在牛市行情当中是不容易被跌破的，因此一旦跌破，将进入属于它的一个黄金坑的位置。那对于 Gala 来说是这样，对于尚没有做表现的 YJJ 也是如此。我们对这个游戏板块啊，它有一个预期，就是7到10月份啊会有一个爆发式的上涨。同时呢，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看到市场当中的 GameFi 板块在很多地方展现了出来，因此呢 ，GameFi 板块必然会有龙头出现。那老的龙头 Gala、YJJ 或者会有一些表现，所以呢，对于这些币种还没有表现的币种啊，可以提前埋伏，分仓进场，设置止损，往往能够获得趋势上的利润。那么好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。同时呢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联系我购买，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群。感谢大家，再见。